个国家必须有2类知识分子，他是可以有不同的声音，不断的有不同的立场，不断的有批评的声音。我现在的作用就是属于抱有一点不同的声音、不同的观点，这是应该是国家的幸，而不是国家的祸。江平被人们称颂为中国法学界民法泰斗。2007年3月16日，中国10届人大5次会议高票通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。江平作为物权法专家起草组的负责人，伴随物权法经历了长达13年的酝酿和起草过程。长期以来吧，中国的公权力太大，私权力太小太弱。物权法之重要就在于，它宣示了对于私人财产权的法律的保护。中国的时候，只要不搞社会主义，不搞开放、改革开放、发展经济，真逐步的改善人民生活。这个我任何一条路都不是死路。上世纪90年代，在历经了10几年的改革开放之后，随着住房改革、资本市场的建立和收入的提高，中国的老百姓开始越来越多地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，人们对自身财产的保护意识大大提高。一个国家要建立成真正的法治的国家，不是看你法律有多少，一个国家是不是真正实行宪政，也不在于看你有没有个宪法，宪法写了多漂亮多好看，宪法是应该最体现了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于公权力的约束。2005年7月，中国人大常委会将物权法草案的全文向社会公布，征求各界意见。2005年8月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龚建田在网上发表一封公开信。龚建田认为，物权法草案的部分内容违反了中国宪法的原则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学术界和民众展开讨论。这仍然是一个传统的理念，就是公有制跟私人财产是排斥的，或者说公有制和私人财产是不能够居于平等地位的。那么这个理念，我想正是我们改革开放长期以来需要突破的很重要的一个禁区。这座孤零零立着的2层小楼，在一个被挖成10米的楼盘地基的正中央，这家被称为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的出现，让物权法的争议进一步升温。现在很大的一个矛盾是公权力和私权力的冲突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保护私人财产利益呢，实际上是维护社会稳定一个最重要的基础。如何使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不同利益群体和谐相处，是立法所应该达到的目的。这就是西方的司法女神啊，司法女神呢，左手拿的是天平，表示公平正义，右手拿着宝剑，代表权力斩邪恶。而且司法女神的眼睛是蒙住的，蒙眼睛意味着不受人间的诱惑。在一次和吴敬琏的对话中，江平说，改革开放初期，法学家也有个天真的想法，以为有了法律，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。20多年过去了，今天我也认识到法律有好有坏，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。